新總統 Hey, look what happened. Is this crazy? 新政府 You gotta pay. You gotta pay your bills. 新嘅政策，咁多新嘢轉變，唯一唔變嘅就係中美兩個國家嘅關係仍然凍到好似一嚿冰咁。美國史上最大規模嘅貿易戰發生喺18年至到20年之間，對手係中國，由特朗普發起。今次再當選 ，Trump 揚言喺新任期裡面嘅關稅戰將會比18年嘅升級9倍。特朗普一當選，震到成個離岸人民幣見到5年最大嘅跌幅。特朗普嘅新政有啲咩係最嚇人呢？唔單止中國，全球大部分嘅國家，無論係經濟上，甚至係地緣政治上，都未 ready。依家特朗普向全世界宣布呢個貿易經濟戰，呢啲國家又會唔會報復呢？佢哋嘅政策係咪咁得人驚呢？我哋應該點樣準備呢？ To me, the most beautiful word in the dictionary is tariff. 喺特朗普嘅政策裏面，最矚目咧就係呢個關稅同埋呢條招。Neither side of the banana trade war was giving any ground today. It's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Britain and the EU. 係美國史上最著名嘅關稅戰，就係呢個香蕉大戰啦。試想像下有一日，你起身去買餸，買開嗰梳蕉咧，比琴日貴咗足足一個 double。喺90年代就有兩個好 friend 嘅死黨，美國同埋歐洲共同體，佢哋咧經常喺度互相賣佢哋嘅嘢，包括你哋日日食嘅香蕉。當時美國最大嘅賣蕉公司就係依間 Chiquita 啦，佢哋就犀利啦，喺歐洲市場佢哋嘅份額足足去到22%。但係有一日咧，歐洲就決定保護翻自己屋企裏面嘅香蕉農場，於是咧對外來嘅香蕉加一個極高嘅關稅，高達170%。關稅一出，令到 Chiquita 喺歐洲嘅市場份額跌咗足足一半。哇，有冇搞錯啊？你真係針對我啫。於是美國就跑去 WTO 去告狀啦。又俾佢得咗喎，佢哋就決定搞歐洲嘅芝士等等14樣嘢，報復式咁樣加足100%嘅稅。如是這樣呢，歐洲人就食貴蕉，美國人呢就食貴芝士，互相咁樣懲罰咗好幾年，但係呢都於事無補。而 Chiquita 嗰10年嘅股價就由每股超過40蚊跌到去唔夠1蚊。係，最終咧，歐美先至發現咁樣落去咧，對大家都冇好處。咁既然冇好處啦，點解特朗普又要再搞呢個關稅呢？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你用緊嘅 iPhone、電腦、衫、袋、雪櫃、凳、台，全部都係 Made in China。就算係美歐日韓品牌，都係 Made in China。呢啲品牌公司將啲貨咧又賣翻去中國、印度、東南亞，而中國吸收咗全球嘅技術，亦都以低成本、自家製嘅品牌，將佢自己啲貨咧出口到去美國、歐洲，甚至係全世界。多得呢個 globalization 啦，全球經濟嘅產出咧達到去呢個歷史高位，而 globalization 亦都令到企業衝出本土，成為國際企業，甚至有多間嘅美國公司咧成為全球市值最貴嘅公司，股票嘅估值越推越高。如果你哋想學投資，我哋嘅豬變成專業投資者嘅課程咧，會教你睇識呢個公司嘅財報、財務數據，同埋咧做屬於你自己嘅估值模型。嚟緊嘅5日，我哋將會做秋季優惠8折。如果你係 YouTube 嘅會員咧，更加會有多啲折扣。詳情咧可以留意下面嘅連結啦。雖然好多嘅美國公司衝出咗國際，但係龐大嘅貿易亦都代表美國對一啲以製造業為主導嘅國家，譬如中國，變成入口多於出口。全球化20幾年以嚟，中美嘅貿易逆差大升39倍。同期美國嘅製造業就業人數咧就減咗30%。特朗普嘅關稅咧，為咧就係要創造更多嘅就業、更安全嘅供應鏈，同埋有更多嘅政府收入，同埋保護翻美國本土嘅技術優勢。你以為呢場只係中美嘅貿易戰？其實全球多個國家早喺幾年前都加入咗，而最終影響嘅可能係全世界嘅人。Samsung Electronics will shut its only TV factory in China. Apple speeding up plans to shift manufacturing away from China. 一場疫情，大家先突然之間醒覺原來全世界80% 嘅口罩咧都係由中國製造。疫情亦都令到供應鏈斷裂，晶片短缺。封城期間咧，連二手車都竟然可以貴過新車，所以開始有更多嘅國家
或者係公司加入呢個保護主義，日本政府就出資將佢嘅醫療用品同埋大量嘅工業嘅生產線呢，由中國移翻去日本國內，或者係分散去其他嘅東南亞國家。美國亦都鍾情晶片同埋其他嘅高科技嘅產品，仲有綠色能源，佢哋都希望呢啲產業可以喺美國設廠，甚至資助一啲外國嘅品牌嚟到美國一齊 Made in USA。歐盟亦都主力將一啲再生能源嘅生產線搬翻去歐洲，而南韓最新嘅目標就係2030年可以自給自足，足足50% 佢哋嘅晶片。所以一下子呢個 nearshoring、reshoring 同埋 friendshoring 咧，變成近年國際貿易最通用嘅 term。咁呢個環球貿易戰嘅代價又係咩呢？邊個會係輸家？ I will impose whatever tariffs are required, 100%, 200%, 1,000%. 美國主動提得呢個貿易戰，理應佢哋嘅勝算就係一定好高啦。咁佢哋係咪真係贏晒呢？如果睇翻2018年，特朗普對入口洗衣機咧加咗一個極高嘅關稅，當時令到美國賣緊洗衣機嘅價錢咧平均就加咗成12%。而乾衣機雖然冇加到關稅，但係因為成日要同洗衣機一齊賣，所以佢嘅價錢亦都升咗差唔多17%，搞咗成幾年嘅洗衣機關稅。研究咧就最尾發現，美國人平均係花多咗86蚊嘅美金去買洗衣機。而整體嚟講，美國嘅消費者因為成個洗衣機嘅關稅政策咧，總共花多咗15億嘅美金去買洗衣機。咁特朗普最想加嘅就業職位咧，呢一次嘅洗衣機關稅最終就加咗1800個嘅美國職位。咁計翻咧，美國消費者花嘅錢，即係平均每一個職位咧就要花81萬嘅美金去贊助啦。呢個關稅本身就係想幫翻美國嘅製造業，但係呢個政策反而令到短期裏面呢啲美國嘅製造商咧，將佢嘅洗衣機賣得更加貴，因為佢只要賣得比入口嘅洗衣機平少少就得噶啦，佢就賣得出噶啦。所以最後埋單嘅都係消費者。除咗洗衣機之外，仲有林林總總嘅唔同嘅項目。當時中國為咗回應美國嘅關稅，亦都向呢個美國嘅農產品咧進行呢個報復。中國喺貿易戰之前，其實係美國農產品嘅第一出口嘅市場。2016年咧，美國入口嘅大豆當時係佔中國嘅入口量超過40%。貿易戰之後咧就減咗一半。依家特朗普嘅目標就係推60至100% 嘅中國全面關稅，而對其他國家嘅入口貨咧就講緊10至20% 嘅關稅，當中包括呢個鋼鐵啦、國防啦、晶片業同埋車等等。而研究就指出喺18年特朗普嘅關稅裏面，每一個美國嘅家庭咧就承擔咗大約1700蚊美金嘅成本。今次咧佢話要將個計劃再升級9倍，預期今次大家要俾咧係2600蚊，俾埋咁多錢，好明顯消費者先係最終嘅輸家。咁係咪真係特朗普想要嘅結果呢？當然啦，美國咁抌本，佢哋嘅潛在回報咧就係保護呢個製造業，減少呢個貿易逆差，保護翻呢個美國技術嘅優勢，去全球化，保翻呢個供應鏈嘅安全，同埋咧加強同其他國家嘅談判籌碼。咁至於呢啲回報係咪真係值得呢？就要交由美國人同埋特朗普自己去判斷啦。喺呢度我想你哋幫我一個忙，就係訂閱 Ray 嘅 channel 啦。而家咧我哋嘅觀眾裏面大約有40% 嘅觀眾已經訂閱咗，我希望呢個數字可以升到50%。你哋嘅一個訂閱絕對係可以幫到 Ray 嘅 channel 走得更遠。唔該晒。冇錯，關稅本身係一個成本好貴嘅方法去創造就業。不過公平啲嚟講啦，喺呢個就業市場上面，除咗面對呢個全球化之外，事實就係美國嘅製造業喺呢個 globalization 嘅20幾年以嚟咧，其實佢哋嘅發展仍然係好穩定，因為呢啲美國嘅公司可以用機械人同埋自動化嘅技術，喺減少咧呢個員工嘅數目嘅同時，又可以生產到同一個數量嘅產品。其實講嚟講去都係科技同埋AI 確實係改善咗呢一啲公司嘅工序，而某一啲職位啊，可能係會永遠消失，而唔係移翻去印度、中國同埋越南。You gotta pay. You gotta pay your bills. 咁如果中美真係開始第二輪嘅貿易戰，最壞嘅影響又係咩呢？有咩嘢係贏家，有咩嘢又係輸家呢？今日多謝 Seeking Alpha 去贊助呢段影片。Seeking Alpha 咧係市面上面最詳細嘅美股資訊平台之一，除咗即時嘅市場新聞、股票動向，仲有呢個詳細嘅評級分析都有。截至到去我錄影呢一日啦，
特朗普嘅效應咧真係好犀利，加密貨幣、小盤美股咧呢啲較高回報嘅資產跑贏全球嘅市場，大盤美股亦都上升，美元亦都大升，當中科技股、銀行、金融、房地產、工業同埋能源等等呢啲股票咧都升咗唔少，人民幣、港股就跌得最多啦。中國預期係受關稅影響最大嘅國家，而外幣好似英鎊、歐元等等，亦都隨住美元走強而受壓。而多家銀行都發出對中國經濟嘅警告，佢哋就話啦，如果美國真係加足中國貨60%稅嘅話，中國嘅 GDP 可能會減足一半，減2至2.5%。對於我嚟講啦，無論係升市跌市，股票嘅價值咧，長遠都係取決於呢間公司嘅基本面。所以喺投資之前做研究、做估值，對投資者咧先係最重要嘅嘢。Seeking Alpha Premium 上面嘅美股資料咧非常之齊全，簡單輸入翻呢個股票代號，即刻就可以睇到股票嘅評級、量化排名、估值等等。等你心裏有數，再決定咧值唔值得花時間繼續去研究呢隻股票啦。所以呢個 First Screen 咧真係幫我慳咗唔少時間。而當你真係博取決定要詳細研究呢隻股票嘅時候，平台上面都有財務報告、股息增長同埋盈利等等嘅資料，都幫我慳咗好多做功課嘅時間。一個圖表咧就睇清公司同埋同業嘅比較啦。依家 Seeking Alpha 咧嘅 Premium 正喺度做緊呢個 Black Friday 嘅7折優惠。如果你用我嘅 Ring is Here 嘅獨家連結咧，可以享用呢個7日免費試用。如果唔啱用咧，係可以免費取消嘅。詳情可以睇翻資訊欄嘅連結啦。貿易戰咧，其實係可以升級去到呢個貨幣戰嘅。加咗關稅之後咧，兩個國家都會揾方法去對抗翻對方。最直接咧就係壓低呢個匯率啦。喺中國啊，人民幣嘅匯率就被控制喺指定嘅範圍上下2% 裏面波動。如果人民幣太貴或者太平嘅時候咧，人民銀行就會出手注入外匯咧，去穩定翻呢個匯率，去到佢哋嘅目標位置。當然啦，美國同埋歐盟咧，雖然佢哋冇直接嘅匯率控制嘅政策，但係佢哋可以通過減息啊、QE 即係量化寬鬆，或者得閒放下口風話要壓低匯價，呢啲等等嘅戰術咧，都可以幫佢操控翻呢個匯率。而貨幣戰最壞嘅結果咧，就係令到通脹上升，加劇全球嘅經濟同埋金融市場嘅不穩定性，最終我哋嘅生活同埋工作都會受到影響。咁依家咧，美國就喺呢個減息週期啦，減息亦都會令到美元轉弱，所以對特朗普嚟講就好似坐緊順風車咁樣。咁其他嘅國家又會唔會報復呢？歐盟嘅官員咧已經俾咗警告，如果美國對歐盟徵收呢個新關稅，佢哋將會嚴厲同埋迅速咁樣反擊。而中國喺上次貿易戰嘅時候，已經對一啲關鍵嘅原材料用嚟做晶片啊或者武器等等嘅出口咧有管制噶啦。佢哋亦都咧將一堆嘅美國公司列入呢個不可靠清單啦，咁限制翻呢啲公司喺中國國內嘅進出口同埋境內嘅投資。咁而對部分嘅美國貨咧，亦都收緊高達25% 嘅關稅噶啦。咁我自己都相信中國或者唔同嘅國家都會有唔同嘅報復式嘅措施。特朗普就對外國加稅啦，但係對自己嘅美國公司咧，佢就進行呢個減稅。成個嘅關稅貿易戰預期會令到美國喺未來10年咧進帳2兆嘅美金。不過特朗普又話要減美國公司嘅公司稅啊嘛，研究就指啦，呢度會令到佢哋少收5.8兆嘅美金。所以好多經濟學家都話特朗普經濟學咧係一個燒錢嘅動作。呢度都幾得意㗎。特朗普咧之前就好多次表示咧，佢唔滿意呢個聯儲局嘅主席鮑威爾嘅加息同埋打通脹嘅政策，仲講過幾次咧話要炒咗佢。所以最近咧，鮑威爾都成為呢個焦點。If he asked you to leave, would you go? No. Do you think that legally you're not required to leave? No. 最新嘅鮑威爾聯儲嘅議息聲明裏面咧，亦都 delete 咗呢一隻重要嘅字眼，就係更有信心啦。之前佢哋又有講過，好有信心呢個通脹會持續下降，但係咧今次 delete 咗呢個有信心呢個字，即係話佢都冇乜信心呢個通脹會壓得住咯。咁整體預計咧，成個特朗普嘅經濟咧會係熾嘅。不過鮑威爾亦都預計喺呢個關稅真係實行之下，成個通脹咧可能會再次升
運。長遠美國可能要發更多嘅國債，面臨更高嘅財政赤字，同埋減慢呢個減息嘅步伐啦。而喺美股裏面，呢啲咧公司喺中國嘅銷售額係佔最多嘅，投資者亦都要留意佢哋會唔會受一啲反制嘅措施影響咗佢哋銷售啦。喺度提大家 Seeking Alpha 嘅優惠咧，淨係做到12月頭嘅啫。而佢哋嘅另一個服務 Alpha Pick 咧，呢個服務就係用 algo 演算法去每個月幫你挑選2隻心水嘅股票，好適合咧幫你做第一步投資分析嘅 screening 工具。依家 Premium 同埋 Alpha Picks 咧，兩個都有高達$140嘅優惠，用我嘅連結咧仲可以有7日嘅試用，唔啱咧係唔使俾錢㗎。詳情咧就可以睇下下面嘅資訊欄連結啦。好啦，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記得 like 同埋訂閱啦，下次再見，拜拜。